2023年6月3号的晚上，一个叫陈世生的行为艺术家在铜锣湾被带上警车。他高声大喊：“勿忘六四，香港人，不要怕他们。”一年之后，2024年的六四前夕，还是铜锣湾。他吸取了教训，他什么都没有喊，没有横幅，没有蜡烛，也没有标语。他只是站在街头，做出祭奠和喝酒的手势，然后抬起手，用手指在空气里比划8964。他的动作很短，数十秒之后，警察围了上来，结果他还是被带走了。关于六四的记忆清除，从大陆蔓延到香港，从文字、影像、物件延伸到了动作本身。但是，如果六四真的已经无关紧要，一个男人在空气里比划几下，根本不值得警察如此大动干戈。警察的高度紧张只有一个原因：那段记忆，他还活着。这期视频的最后会回到一个监狱里的女人，她身边只有一张床和一首歌，那首歌叫《自由花》。如果你想知道故事的全部，那我们就要从头说起。1989年，香港，司徒华，一个58岁的教师工会领袖，正在参与制定基本法，这是北京亲自邀请的。他不是职业革命家，也不是流亡者，他是那种旧式香港政治人物，常年奔走于教育界、公运圈和民主派之间。他相信谈判，相信制度，有民族情怀，也相信中国可以变好。1989年5月，北京宣布戒严之后，香港刮着8号风球，仍然有超过4万香港人冒着风雨从维园走到新华社门口，要求李鹏下台。第二天，在100万人大游行上，支联会宣布成立，全名叫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司徒华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六四的枪声响起之后，他说，六四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令他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说，中共核心是权力第一，对所有侵权的人格杀勿论。六四让他对中共完全不抱期望，于是他退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也彻底烧断了自己和北京继续合作的退路。不仅如此，他还迅速参与策划了另一件事——黄雀行动。此后数年，司徒华秘密协助将700到800名被通缉的民运人士从大陆经香港分批转往海外。为了把这些人送走，司徒华他们坐进尖沙咀的一间酒店，跟一个多年经营走私偷渡生意的人谈了几个小时，最后把人送上了快艇。北京的报复很快就来了，吊销了他的回乡证。对于一个一生北望中国的人来说，那不是一张普通的证件，那是一扇门，一扇近在咫尺却从此不得入内的门。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定下了支联会的核心主张：六四这段记忆属于所有中国人，香港有责任替中国保存它。他对中共失去了期望，但他对中国未来变得更好仍然抱有期望。六四把通向民主的大门关上了，但他认为只要香港还在，那扇门就还没有完全锁死。支联会的5大纲领，第一条是释放民运人士，最后一条是建设民主中国。守护记忆从第一天起就不只是悼念，而是对中国另一种未来的政治压注。2011年，司徒华病逝，当年六四晚会的主题是他生前定下的：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设民主，同志仍需努力。北望神州，到最后都没有放弃。1989年6月4号深夜之后，
在清洗广场的同时，一场对6·4记忆的清洗也开始了。屏蔽报道、封闭档案、扭曲叙事，清除每一个公共记忆的节点。香港那时候还在这场格式化运动的覆盖范围之外。司徒华当然明白这一点，香港人能说的，大陆人说不出口。1990年，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了第一次6·4烛光晚会，此后每年一次，保持了30年。在中文世界里，这几乎是唯一长期、公开、固定、成规模的6·4悼念现场。有一年，暴雨打坏了音响设备，为了防止漏电，晚会宣布提前结束。但15万人还在那里，雨下在伞上，烛光在伞下。25周年那一年，有现场回忆说，主持人问第一次来的有多少，来了10年以上的有多少，从第一年开始就没有缺席的有多少。那一刻，蜡烛的海洋开始涌起波浪。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香港人保留了这份记忆，对大陆人来说有多重要。进入2000年代之后，香港每年都会接待大批来自大陆的自由行游客。2004年的6·4晚会，组织者说，他们收到了大约4000元人民币的捐款，比过去的100-200元人民币多得多。那些来买东西的大陆人顺路走进了维园，他们在大陆不敢点燃这根蜡烛，但在香港，他们可以把一张人民币塞进捐款箱，然后站在烛光里待一会儿。但与此同时，香港内部却出现了一场真实的争论。本土派学者陈云在一篇文章里说了一句让很多人不舒服，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话。他说：“中国民主了，更能祸害香港。”他的意思是，不要把香港的命运压注在中国会改变这件事上。香港和中国应该各走各路，这是对司徒华理念的批评。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在争6·4要不要继续纪念，实际上是在争香港人如何理解自己，是替中国守夜，还是先守住香港自己。但2019年之后，这个问题被现实改写了。那一年是国安法前最后一次大型晚会，主办方估计超过18万人走进维园，警方的数字是37000人，两个数字相差很大，但无论如何，那一年维园重新被挤满，已经足以说明气氛变了。那年夏天来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纪念6·4不是为了建设民主中国，而是因为那个夏天，他们自己面对了催泪弹、警棍、恐惧和失控的国家权力之后，才感受到了维园纪念的意义。从这一年开始，6·4不再只是北京的历史，它变成了香港未来可能会遭遇什么的预感。2020年之后，格式化终于越过了“一国两制”那道缝隙，支联会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警方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维园晚会。但当天晚上，市民自发走进公园，坐在足球场上，点起蜡烛。警方当时没有清场，但事后参与组织和呼吁的人陆续被追究。那一年的照片传遍了网络。2021年，警方重兵封锁维园，支联会被迫解散。国安处追溯32年的记录，要求交出资料，冻结资产，逮捕领袖。同一年，6·4纪念馆重开3天之后，被食环署指控没有公共娱乐场所牌照，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后来，6·4纪念馆只能以8964博物馆的形式转到线上。记忆第一次换了载体，它从维园的烛光转移到了网页、数据库以及离散者的硬盘里。2021年12月22号的深夜，国殇之柱从香港大学被调走。那不是一个普通雕塑，它高高的站在校园里，上面纠缠着扭曲的身体，基座上刻着一行字：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
被调走之前，有人拍了照片发了出去，那行字现在印在世界各地的报道里。纪念馆被搜查，展板图片被带走，但搜查的新闻本身又成了全球媒体的报道。接下来，被封杀的竟然是路灯。2024年11月，元朗马田路一支编号为 FA8964的路灯被改成了 GD8332，附近几支原本连号的路灯也被重新编号。随后，上水文革村一支编号为 EA8964的路灯也被改成了基地8330。路政署的解释是方便管理。一根路灯，如果没有人动它，也许只有附近的居民和少数的纪念者知道。但当局一动它，就必须有工程、有解释、有照片、有前后对比。于是，一根路灯从街边设施变成了国际新闻里的记忆标本。现在，知道 FA8964这个编号的人，比路灯存在的任何一年都要多。格式化的每次操作都需要一个解释，解释本身会变成新闻，新闻传播了记忆，记忆因此比被清除之前更加广为人知。被禁止存在的记忆不会直接消失，它会换成更小、更散、更难控制的隐藏文件。一张照片、一个网页、一首歌、一份家书、一个人在街头几秒钟的手势。后来，被清空的维园足球场又被重新填满了，只是填进去的不再是烛光，而是摊位、烤串、机器人表演和安全的热闹。同一片场地，从悼念死者的现场变成了嘉年华。更有甚者，格式化不只发生在公共空间里，它还发生在人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叫天安门母亲，他们是1989年遇难者的家属，30多年来每年发表祭文，要求公布真相，给予赔偿，追究责任。今年6·4前夕，他们的发言人说，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已经89岁，长期受到监控，近年越来越难直接对外发声。而这个人数不多的群体，目前已经有超过60名成员离世。而在同一年早些时候，天安门母亲延续多年的新春聚会也第一次被当局阻止了。对一段记忆来说，最残酷的删除不一定是调走一座雕塑，而是等记得它的人一个个老去。不过，还是有年轻人不甘认输，主动投入了这场记忆争夺战。这个人叫周幸彤，他出生在1985年，6·4发生的时候他才4岁。他的弟弟生于1989年7月，妈妈给他取名叫学希，意思是学运的希望。对这个家庭来说，6·4不是后来才读到的历史，而是从名字里就开始存在的东西。周幸彤后来成为大律师，出任支联会副主席。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如此执着6·4这件事儿，他的大意是说，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了我什么叫择善固执，而我所做的只是传承发出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去做一个普通香港人在这个时间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给当权者垄断所有真相和意见。他不是领袖，他说自己只是传承那些普通人的声音。如今，他与李卓人、柯俊仁及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21年，他在法庭上自辩，他说，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倒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他，要按良知行事。现在他在狱中，他的未婚夫野渡在大陆。他被捕之后，两个人靠书信往来，而有一些信件不见得能够记得到，连亲密关系也被权力一个字一个字的审查。2026年6·4前，
他在狱中家书里宣布将继续绝食37个小时，纪念37周年。2025年，他曾经因为悼念六四绝食36小时，随后就被安排进单独囚禁的监仓。他后来写道，在那个舱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样东西陪着他，维园晚会每年都会唱的《自由花》。他把歌词发了出来，这是支联会30年里在维园唱了30遍的歌。现在他在一间禁闭舱里，还在回响。2026年5月，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结案陈词完成。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少数进入高等法院审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之一。国际特赦说，一旦罪成，周幸彤与李卓人最高可面临10年监禁。判决尚未公布，对6·4的格式化进入了法庭。司徒华当年退出基本法委员会，是因为他认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周幸彤走进法庭自己辩护，是因为他要在那个空间里把他认为真实的东西说出来。陈世生在第一次被捕之后，第2年又回到了同一条街，是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拿出来的时候，他至少还可以拿出自己的手。他们清楚地知道代价，然后还是做了。格式化要清除的是一段记忆的所有痕迹。维园的烛光清了，国殇之柱调走了，路灯的编号改了，空气里的手势什么都没有留下，禁闭舱里的歌也没有传出声音。但他们在证明同一件事：一段记忆，只要还有人愿意为它付出代价，格式化就没有完成。它还没有完成。